大家好，今天是12月29号。昨天比特币的视频是利用这一张矿工挖矿成本的数据。目前2022年的整波熊市，比特币价格跌破矿工每千瓦时 0.25 成本的时候，像这个位置跌破以后，18年熊市它是进行了363天，然后才有一波19年的一个上涨。那2022年目前至这个 0.25 跌破以后，时间是只有225天。昨天有跟大家讲，有可能还有100天，会不会到明年的4月份会有一波上涨的行情？包括这一个空间的低点，18年的低点，当时的每千瓦时成本是跌到 0.125。那现在这一次15000的低点，目前的每千瓦时的成本，这一个低点也是接近 0.122 附近啊。所以不排除有可能，目前的比特币它昨天是又跌了。又跌的话，那我的观点是，这整个15000的区间有可能只是时间没到位，但是空间我的观点是你尽量下去，还是尽量找机会，或者是今天再来跟大家聊一下，现在狗狗币也跌破的话，那包括它周线里面的牛熊线，目前跟20年的一个底部去比对的话，是不是有可能压回来，是再次来确认？包括昨天的这个低点跌破，等一下跟大家讲一下，它这个位置的形态。跟比特币11月21号的那个形态是不是非常的像？我感觉就是同一个主力在这边画图啊。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给我们邀请链接注册，币安 OK 返用 20%， 或者认证过的朋友可以用亲人的身份认证，币安转币安 OK 转 OK， 不用手续费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狗狗币吧。当然我也是跟大家讲啊，这个位置我有买的，或者是前面这个位置有买的，当时是有做了一部分短线卖掉，然后拉回来这个位置又买，目前是有一些仓位是又套在里面啊。不过今天早上也是又买了一点，反正还要留一些资金啊。如果它真的再下去，那我短线跟大家聊一下，它这个位置破位的时候已经很明显，指标有背离，而且这个 MACD 的柱状，它好像鸭子张嘴张不出来。那我记得当时在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比特币有跟朋友们讲过一个观点，当时这个位置不是破前面的这个低点，就是它价格破低，然后我在这一天的时候是大胆跟大家讲，你要大胆的去抄底，因为有可能 MACD 它并不想在这个位置继续放红柱啊。可以观察一下，价格跌破的时候，这一个红柱却没有继续放大，有可能在这个位置就是很关键的一个转折位。那现在的位置你可以明显观察一下，跟这一个比特币的位置是非常的像，所以我的观点是，狗狗币不排除有可能目前的位置很明显啊，价格破低。指标有背离，而且加上这个 MACD 虽然是有一点感觉是有一点放大啊，当然短期我们尽量观察，它不一定会走成一个倒鸭嘴的走势，这是一个压头，然后眼睛嘴巴是要张开嘛，因为 KD 是有背离啊。那整个大长线我们现在要怎么来观察啊？前面不是有跟大家讲过，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周线啊。周线我之前在这一个位置的时候，区间也是有跟大家讲过一次，狗狗币它是领先所有的品种，在这一个拉升的时候，已经是把整个周线里面的这个牛熊线，绿色的这一条跟红色的这一条走成一个正向排列的结构。那不排除我们观察一下，它这个位置如果时间没到位，因为比特币也是一直在判断有没有可能到明年4月份才会有一波上涨的行情。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当时在20年的时候，这一根跟这一根是不是横向？它这边横向的一个区间，这边也是横向的一个区间，然后这边是不是在破位？现在是不是在破位？破到这两条牛熊线的下方，但是破到这个下方的时候，我们细心观察一下，20年的时候这边是有很强的一个平台整理区，会这样子再下去吗？现在也是一样，在这个位置它前面也是有一个很强的平台整理区。所以我的观点是拉回来，尽量要站在买方，不排除有可能时间整理到位，有没有可能会上涨？那我们就要看大盘。大盘我们先来聊一下短线啊，等下来跟大家聊一下周线跟月线。我们先来看一下，昨天是有提到，就这几天啊，它这个三角形跌破，我一直在怀疑它有可能是在挖坑。可以很明显的观察一下，就是4个小时里面有几个大量位啊，比如说这一根 K 线的大量位。我们明显观察一下，1个小时它当时是有量来拉升的，所以这个位置有没有可能是主力拉出来的一个量的？我们散户一般是很难拉出这么一个量的。
那现在既然价格在跌破，我的观点是这一根大量也是很具有参考性啊，因为感觉一直要反，有可能这个位置是有主力的量，我的观点是下来，你可以去占主力的便宜啊。然后我们看一下4个小时，其实4个小时里面的均线我也是聊了几天，比如说前几天的时候是60的成本还在这一个位置哦，现在已经来到这个低位了，就这1、2天也将来到这个低位。那60的成本其实也谈不上一个压力跟支撑，这一个4个小时我是一直在怀疑有没有可能是下探来做一个陷阱啊。虽然是感觉这个位置支撑也被跌破了，如果4个小时里面它能重新反到这个区间，有可能下面全部都是一个陷阱啊。那至于还有哪一些成本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。现在包括这个250的成本，目前也是在这个区间，有一段时间可能会来到这个低档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其实这几条线谈不上一个支撑跟压力。如果能真的回到这个区间，4个小时，我的观点是尽量还是要观察，有可能会不会来一波上涨。另外，我们来观察一下4个小时的这个Vegas啊，它这一次17000的压力位也是遇到这一条144的通道，所以刚刚讲的这一个矩形的区间，什么时候我们观察一下它能不能回到这个矩形？如果回到这个矩形的话，不排除有可能会不会挑战这一个144的通道。另外，整个日线跟大长线，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子，我们也可以同样观察一下这一个牛熊线啊，就是如果它在周线里面，前面一直讲到的一个观点，就是它的这一个18000附近啊。18000附近，我们现在可以细心的观察一下，因为这2条牛熊线，它大致就是20的 MA， 我们可以去数一下20的成本，马上要来到这个低位区啊，拉一个时间过去观察20周，现在是20根是在这一根啊，目前是在这一根，所以还有1、2周，它也将来到这一个低档的区间。我们下一步尽量就观察，如果是在这个位置不敢买的朋友，很多人是感觉可能会再下去，那也可以啊。你有一些资金确实是要的，万一是真的再下去，那如果它没有下去的情况下，有一部分资金，万一是它是过了这个18000的区间呢？万一是过了这一个牛熊线呢？就是反正这一个位置整理到位，我们尽量要观察这个牛熊线，现在是很重要的一个压力区啊，因为它也是跟前面的20的成本马上要来到这一个区间，就是可以观察一下这个牛熊线。万一是下一步有挑战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我的观点是，它如果能站上，又再压回来，你也是要尽量站在买方，因为包括整个月线的 KD 指标，我也要跟大家再来聊一下。就是4年时间，我们可以明显观察一下，有几次熊市的低点 ，KD 指标都是破20非常低的位置，有可能就是一个底部。这是18年、19年的这一个比特币在底部的时候，这一个 KD 指标也是在非常低的20下方，持续了有好几个月啊，你自己去数，现在在这个低位区已经是持续了好几个月，不排除有可能就是超卖的一个区间。那15年、14年的这个底部也是一样，都是在这个20下方非常低的位置，持续了几个月，有可能有低点就是一个底部区，而且它是时间是个4年啊，我是觉得。什么时候能等来这种4年的这种大跌？一辈子能等几次？不要在这种低点的位置都不敢买，等到上去的时候，到时候要追，有可能就会时间就有点晚了。所以还有一点，我想跟大家聊一下，其实也是有朋友一直在聊，它整个月线里面其实也是有一些下降楔形的结构啊，很明显是感觉有一个下降楔形。那下降楔形呢，不排除这种形态方向就是往上看，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定门留出。